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爆料譚松韻背後真相，結局令人。譚松韻的平淡演技是一場對抗速食審美的靜默革命。當全網等待炸裂哭戲時，她用一個睫毛輕顫讓觀眾手裡的瓜子忘了嗑。數據顯示，逍遙單日播放量破 1.2 億，證明那些願意蹲守15分鐘看眼神戲的人，正用沉默的點擊量重塑行業標準，已被叫停。全網熱議的譚松韻演技背後是場審美重塑戰，這就是在考驗我們的耐心和深度審美的能力。當一些人吐槽譚松韻的表演平淡不夠突出時，其實他們忽視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：當代觀眾的審美標準正在被快節奏的內容形式所重塑。這種變化導致我們在評價演員表現時，偏離了影視作品應有的評價標準。掰開揉碎了看事件通報，你會發現，像譚松韻這樣選擇細膩傳遞情感、平時流淌人物內心的表演方式，恰恰給了我們一種久違的耐看和沉澱。這種表演不是為看劇的觀眾而服務，而是為觀眾走進人物去體驗提供了橋梁。懂的都懂。舉個例子，在《逍遙》中某段高光場景第4集15.22分、17.40分，譚松韻飾演的角色剛遭遇了人生一次重大失望。他沒有通過爆裂的吼叫或歇斯底里來表達情緒，而是微微皺起眉頭，垂下睫毛，用逐漸放空的眼神傳遞出內心的複雜波動。這樣的表演是高級的，因為他摒棄了表面情緒的堆砌，而選擇精準捕捉角色的內心層次。拍桌子。換而言之，他的表演不是為了迎合速食審美，而是為了觀眾能夠真正走進人物，感受角色的情感。這種所謂的柔性力量，不用喊，不用帶戲劇化的外殼，而在眼神和肢體的細微變化中，直擊觀眾的感官，塑造生活化的代入感。此處應有掌聲。數據顯示，譚松韻主演的《逍遙》播出72小時以來，在貓眼熱度榜連續3天保持在前5，單日播放量在開播第2天已衝破 1.2 億。這說明，雖然有爭議，但主流觀眾對劇的接受度整體是很高的，而其中由譚松韻牽動情緒的幾個關鍵戲份更是備受認可。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譚松韻的演技好不好，而在於部分觀眾的審美和觀看習慣逐漸被快節奏的內容形式所重塑。我們需要認識到，不是所有的影視作品都需要用一種標尺去衡量。你確定他真的需要為你的速食審美買單？這事兒，你是覺得我小題大做，點讚支持，還是也覺得該較真到底？評論區集結。好家伙，現在最慌的恐怕不是說譚松韻演得差的人，而是那些連1分鐘安靜看戲都坐不住的觀眾。你品，你細品，當全網都在等一個炸場子的哭戲，等他摔杯子、喊台詞，配上悲壯 BGM 時，老張家閨女偏不。第4集那場戲15.22分開始，他就坐在那兒，眼睫毛一抖，呼吸慢了半拍，眼淚沒掉下來，心先碎了。隔壁陳姐看得手裡的瓜子都忘了嗑，這丫頭怎麼比我自己失戀還難受？雙引號，這還不是最絕的，更要命的是，這種演法根本沒法剪成15秒短視頻。你發抖音不行，情緒鋪墊太長，你做表情包更難。他臉上沒戲的時候像在發呆，其實是在攢勁兒。開早點鋪的李哥說了句實在話，我每天揉麵團，看着沒啥變化，可勁兒到了，一掀鍋蓋棚，這才叫火候。譚松韻就是那個肯等火候的人。我當時就想，咱們現在刷視頻，3秒沒爆點就滑走，5秒沒反轉就罵編劇，可生活哪有那麼多高光切片？
誰天天撕心裂肺過日子？他演的不是一個演員，而是一個真人在熬日子。你讓他突然吼一嗓子我不服，那是爽文女主，她偏要低着頭說我懂了，這才是活人。更要命的是，3個月後你再回想這部劇，記不得哪句台詞炸裂，但你會想起他蹲在地上撿碎片的樣子，記得他轉身時肩膀怎麼輕輕塌下去一下。好家伙，這才是鑽進記憶縫裡的表演，攤到每個普通人頭上，這事就更荒誕了。我們一邊喊着拒絕內卷，一邊逼演員卷哭戲時長，嘴上說要真實感，結果看到平時演技反而罵沒勁。這不像是審美好惡，更像是一場集體性的情緒通貨膨脹，感情必須加槓桿，拉滿配樂，配上字幕提示此處應悲傷，否則就不算痛。你翻5年前的劇，那時候還有人誇眼神有故事，現在呢？眼神太深，怕你看不懂，直接打燈牌。他此刻心如刀割。當年父母愛情裡沒停一個回頭就能讓人淚崩，現在非得配個雷劈加慢動作加畫外音才行。馬甲換了，套路還是那一套，越簡單粗暴，越容易被當成實力派。這場戲背後真正沉默的是那些願意花時間去感受的觀眾，他們不說爆哭封神，只在深夜發一句剛才那段是我，可他們的聲音太輕，在熱搜上扛不過譚松韻演技平庸6個大字。開網約車的老王說得好，乘客總嫌車開得太穩，可真遇上急轉彎，第一個抓扶手的也是他。雙引號。鬧劇過後一地雞毛，最後誰來掃？2. 眾星告別逍遙，譚松韻、侯明昊對話浪漫，黑無最搞笑。譚松韻、侯明昊主演的《逍遙》大結局了，40集的古裝劇，首更6集，日更3集，最後5集超前點播，才播了11天就連夜送走，觀眾都來不及消化劇情，實在播得太快了。高強度拍攝5個月，再加上漫長的後期制作，好不容易完成的作品卻11天就播完了，這絕對是最近檔期裡播得最快的上星劇了吧？平台如此匆匆將其抬走，會讓觀眾覺得可惜，主要就是因為這部劇口碑還不錯。整部劇不論是服化道、打戲和特效的精美度，還是劇情的節奏和看點，都有着極高的水準。在男女主3世情緣的主框架下，劇情進展非常流暢絲滑，故事講得很好，觀眾能跟着男女主的情感深深帶入其中。看完大結局也讓人意猶未盡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。3世宿命相愛，實則在時光的輪迴中一直都是彼此，錯位相逢卻不減愛意。逍遙和紅葉太虐了，3世都沒有圓滿。紅葉被逍遙手刃2次，最後竟然為了封印象徵慾望根源的昆崙鏡，選擇和自己一起封印了。好在官博發布了逍遙和紅葉循環之外的寫真，春意盎然，萬物復甦，逍遙、紅葉踏春而航，微風裹着清甜氣息，赴一場春日之約。這是宵夜全新的起點，仿佛看到了逍遙、紅葉一直圓滿地生活在一起，永遠不會有弊，這真是一個圓滿的番外。而這部劇的演員們也和觀眾一樣，捨不得和這劇說再見。加更禮當日，劇中一眾演員發文告別角色，展現出對大結局的深情厚誼和劇集的不捨。侯明昊以紅葉口吻發文回應：循環之外，你是我不變的起點。兩人山水間遊玩，是真的逍遙自在。而譚松韻也以逍遙的口吻回應：循環之外，想和你共度1萬個春天。兩人雖然都只有1句話，但言簡意賅，撩撥人心。彼此的回應太浪漫了，春意盎然，俊男美女，濃情蜜意。要是大結局是這樣，那就太好了。汪铎發了秉燭大人的悠閒逗貓時間，還有夕陽西下很有意境的秉燭大人。黃家勁發了翩翩的打戲 vlog，
還有偏偏在劇中的幾套皮膚都給匯總了一下，你最喜歡哪套呢？葉劉扮演黑無，最搞笑的反派，又壞又蠢的類型。看到大家都在吐槽黑無毛躁的頭髮，他發了句洗髮水品牌招商中，乾枯毛躁秒變黑長直。黑無大人換成烏黑順直的頭髮，果然順眼了不少。看這個對比照真看笑了。戴旭扮演傲狠，發了傲狠的後期配音視頻，小台詞乾乾的。戴旭新劇無縫銜接了逍遙剛收官，1月9日播的《亞亞又來了》，他是男2號。張小婉在大力下線那一刻就發文告別了，在大力心裡逍遙和羅羅永遠是他最好最好的好朋友。雙引號，郭雲奇扮演小明，小木這個雙生貓，可愛又搞笑，真的帶來了不少歡樂。可惜最後小木不在了。郭雲奇發了貓貓表情包，其實我私下也是蠻文靜可愛的，但是有事兒我是閉上。這麼美的萬腰骨，不要毀了它。雙引號，崔少涵扮演大家最討厭的季言，劇播期間一直在宣傳老季。還是你會說啊，都讓你說了。老季啊，是你自己選的路。不知不覺又追完一部劇了。對於喜歡古典美學與甜虐情感的觀眾來說，它是一部值得沉浸的電子榨菜。劇情、細節、特效、演員都好，值得被更多人看到。